这是赫拉克勒斯和开膛手杰克的最终决战。杰克手持铁矛，唱着那首伦敦大桥倒下来，踉跄着走向赫拉克勒斯，铁矛和拳头齐齐捅入对方要害。赫拉克勒斯歪头避过铁矛，一拳锤向杰克大脑，杰克瞬间失去平衡向前倒去。而就在赫拉克勒斯高举拳头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，杰克却突然稳住了身体，双手承刃向赫拉克勒斯刺去，鲜血四溅，杰克的双手贯穿了赫拉克勒斯的整个身躯，他居然将自己的血炼化成了神器，在最后一刻杀死了赫拉克勒斯。赫拉克勒斯没有生气和恐惧，只是微笑着问杰克，他心中的颜色变得怎么样了？杰克承认是他输了，因为赫拉克勒斯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变化。赫拉克勒斯将袭向杰克的铁拳换成了拥抱，将这位极恶之人紧紧相拥。他无论何时都仍旧深爱着人类。这位伟大的神明身体散成碎片，他向杰克道歉。这是一场精彩的决斗。赫拉克勒斯最后一眼看向布伦希尔德，人类愚蠢又让人怜爱，救救他们吧。赫拉克勒斯的身影彻底消散，人类对众神的第4回合战，赫拉克勒斯 vs 开膛手杰克，用时26分57秒，胜利者开膛手杰克。杰克怅然若失地沐浴在阳光之下，小萝莉赫罗变回原形，没好气地问他弑神的感觉怎么样。杰克并不清楚，这并不是他所熟知的感情。悲伤时无法流露出悲伤的情绪，他还真是个可悲的人。被搞得浑身是血的赫罗回去洗澡，嘱咐伤得不轻的杰克赶紧去医务室。杰克捡回自己的帽子，朝着离场通道走去，再次回想起了赫拉克勒斯，那位誓要将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放出来的伟人。如果有一个愿望能够被实现的话，他是多么希望能再次和赫拉克勒斯相见。而在场的观众向这位遍体鳞伤的胜利者送来的却并非赞赏，而是无数的石头和谩骂，哭喊着让他们把赫拉克勒斯还回来。开膛手杰克的恶意吞噬了神明，但人类却无法逃避这个现实。杰克笑着将帽子护在怀里，顶着谩骂和石块缓步离场。美即丑恶，丑恶即美，这就是人类。对于兄长的逝去，格雷哭得快喘不过气了，但布伦希尔德却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。格雷哭着质问布伦希尔德，这下满意了。布伦希尔德回应道，感情是毫无意义的，他们女武神的由来就是选定战死者的女人，为了拯救人类，只需将应做的事做好就行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紧握到出血的双手还是出卖了他的感情。布伦希尔德回到控制室，将赫拉克勒斯的遗照与吕布和亚当摆在一起，为兄长倒上一杯酒。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抱着酒杯泪流满面，等一切结束，他也会随兄长而去。阿瑞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不是很好。洛基不禁赞叹起杰克的布局来，算准下路的位置，避开致命伤，让栅栏只刺侧腹，为了让人相信那个暗器是杰克不惜受伤也要拿到的杀手锏，但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在手套上抹上足量的血，并使其成为最后的凶器，不惜赌命也要胜过赫拉克勒斯，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。阿瑞斯却认为该称赞的不是杰克，而是到最后都没有屈服，坚定自己信念，勇往直前的赫拉克勒斯。所以为了祭奠神友，他也要勇往直前。如今人类和神明的比分是2战2败，愤怒的宙斯一拳轰碎观战台，他绝不允许出现被人类领先这种局面。对面何尝也不是这么想的。在竞技场人类斗士的准备室里，飘扬的橙子旗下，冲田总司和近藤勇正看着前4场战斗，并期待自己的出场。洛基和宙斯就以散心为由，浑身散发黑气离席。没一会儿，洛基在花园等到了他的目标，叼着棒棒糖的潮男世家，两个人一见面就剑拔弩张，要打架吗？洛基笑嘻嘻地扯开话题，他只是想来找世家确认一件事，关于女武神所谓的神器炼成，能接下神的全力一击，能打伤神，甚至能杀了神的神器炼成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如此作弊的能力让他不得不多想，神是不可能允许半人半神的女武神这么耍诈，而唯一能将其化为可能的方法只有一个。佛界有言，两个人互相把性命托付给对方，撑上同一朵莲花，就能引出全部的力量。这种力量被称为一莲托生，也就是说，神器炼成不是简单的炼成，而是女武神赌上性命，以获取对抗神明的可能性。而众神界唯一能教给他们这种方法的，就只有世家了。你就是背叛者吧？洛基收起笑脸和世家对峙，世家没有否认，而洛基也是真的起了杀心，气氛紧张到下一秒就能打起来。但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歌声。以毗沙门天为首的七福神出现在两人面前，他们是天界的雏形人，为背叛者降下天谴。七福神早就和世家不对付，惠比寿头铁先去挑衅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世家一棒棒糖扎穿了手掌。惠比寿气得直接掏枪，七福神也跟着严阵以待。洛基突然拦在七福神面前，这可是他的猎物，谁也不许和他抢。当然，有帮手自然也是好的，
恶趣味的吓唬了一下后，洛基也加入了欺负神的行列。8打1，世家压根没怕，要干就干，费那么多话。而就在这时，看不惯欺负神以多欺少，养伤的小次郎、金藤勇以及冲田总司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要帮着世家一起打架。一场混战似乎在所难免。佐佐木毕竟是杀了波塞冬的强者，实力不容小觑。洛基让他别多管闲事，不然这次是真的会死。小次郎觉得神明太过傲慢，总是认为所有事情都能如自己所愿。洛基纠正不是认为，而是他们会设法让事情如愿，谈不拢那就只能干了。惠比寿什么的都要找回场子，端起枪对着世家就是一顿贴脸扫射，结果被世家轻轻松松的躲开，子弹贯穿了身后的喷泉，笑死一个人都没伤到。洛基从掌中变出2把带着锁链的弯刀，挥舞着铁链砸向世家等人。冲田总司持刀上前和洛基近身战，两个人都看对方非常不顺眼。然而就在死斗一触即发之时，一道遒劲的拳头将地板砸穿，冲击力把对峙的两人轻松分开，喷泉应声倒下。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正是奥丁和宙斯，关键时刻还在闹内讧像什么样子？说着，宙斯警告地看了世家一眼。惠比寿非常不服气，他们可是天界的处刑人，不需要听从任何神的指挥。奥丁呵斥他们到此为止，恐怖的威压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和神。洛基回去看比赛，欺负神退场，小次郎他们也随之离开。宙斯警告世家别惹事，世家叉着腰哈哈大笑，宙斯也随之大笑。世家咬碎棒棒糖就潇洒的离开，能指使他的，在这天上天下只有他一人而已。说白了，就是压根没把宙斯的警告放到眼里。宙斯也不在乎，给奥丁留下了一句：“这场诸神黄昏一直都不如他们所愿。”之后就这么蹦蹦跳跳的看比赛了。而在宙斯走后，奥丁突然冷笑着发飙，恐怖的死亡之气从他体内涌出，一瞬间，庭院里的花草树木尽数枯萎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格雷追上布伦希尔德，向姐姐道歉，他相信姐姐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。布伦希尔德安慰格雷一起向前看，一切都是为了人类。格雷很开心，诸神黄昏开始后，他就再也没见过这么温柔的姐姐了。这场决斗现在的成绩是2胜2负，他们第一次追上了神明，而且还有反超的机会。所以布伦希尔德才回来找这个男人。他带着格雷来到一扇巨大的门前，随后脱鞋入内。门里摆放着许多吃光的碗碟，还有奇怪的声响一直传来。进入最后一间房间，眼前的景象让格雷惊呆了。一个身形庞大的男人搂着一群女神，鼾声如雷，食欲、性欲、睡眠欲，这个男人简直是欲望的化身。墙上印着历代横纲的手印。布伦希尔德一嗓子吼醒壮汉，赶走女神，结果壮汉一醒来，居然光着屁股朝布伦希尔德扑来，妄想袭击演艺女武神，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布伦希尔德一手轻松击退壮汉。原来这个色情狂正是人类史上最强的力士雷电为右卫门。雷电给布伦希尔德来了个壁咚，对墙壁伤害显著。格雷惊讶地发现，这色情狂的手居然比历代横纲的手都要大。和雷电及其神器炼成的女武神，当然不会是布伦希尔德。在大姐的召唤下，一位比门都高的筋肉美女撞碎门槛，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她正是女武神中的3姐特鲁德。本来以为雷电会失望，却没想到人家对特鲁德一见钟情，她就喜欢开大车。雷电2句话就让特鲁德成了娇羞少女，成功心灵相通合为一体。瓦尔哈拉竞技场被改造成了相扑场地，2胜2负。在这种五五开的局面之下，仙境传说第5回合即将开始。在美女和一群力士的迎接之下，日本相扑界无与伦比的力士，持续20年在地表之上称帝的男人，人类代表雷电为右卫门闪亮登场。而神秘一侧的通道突然冲出数头大象，一个男人从象背上一跃而下，无需多言，不顾他人，不喜欢的东西就破坏。他就是印度的最强破坏神湿婆。人类对神明第5回合战，雷电为右卫门 vs 湿婆正式开战。